朋友们好，这里是江峰奥妙，我是江峰。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听起来简直就像是一部好莱坞级别的科幻惊悚片，但它却是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着的绝对真实的硬核军事大戏。试想一下这个画面，时间是2026年4月8日，波斯湾的深处，烈日当空，海面平静得像一面反光的镜子。一艘名为极光号的超级油轮，肚子里装着几十万吨价值连城的原油，正缓缓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出口。船长的额头上全是冷汗，他死死盯着雷达屏幕，双手紧紧攥着咖啡杯，指关节都发白了。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在政客们的香槟酒杯里敲定的停火协议，连墨迹都没干，就变成了一张废纸。突然雷达上闪烁出几个刺眼的红点，高频无线电里传来刺耳的警告声。船长猛地抓起通讯器大吼：左满舵，紧急规避！这艘像海上移动城堡一样巨大的游轮，在距离海峡出口仅剩几十海里的地方，极其狼狈地在海面上画出一个巨大的 U 字形180度大掉头，灰溜溜地逃回了波斯湾深处。没错，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只有33公里，卡着全球整整 20% 石油命脉的咽喉要道，再次变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死局。战前每天有上百艘巨轮在这里穿梭，现在呢，一天能溜过去2-3艘，就算老天爷赏脸了。800多艘油轮和货船像下饺子一样密密麻麻地滞留在波斯湾里，全球油价就像是坐上了窜天猴，直逼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这下子全世界的大佬们都坐不住了。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噼里啪啦的发文，大写加粗的喊着拿出点勇气来，去海峡直接把它拿下。英国首相斯塔默则满头大汗的在中东地区奔走，硬是拉起了一个超过30个国家的国际护航联盟。几十艘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庞大的航母战斗群，气势汹汹地在海湾外围游弋。按照过去几百年的大洋法则，这种阵仗摆出来，对手早就该吓得举白旗了。但现实是，这群地球上最有钱、武力值爆表的超级大国，面对伊朗革命卫队那几百艘破快艇、廉价的见证者无人机，竟然陷入了深深的泥潭。为什么？因为这是一场算不过来经济账的荒诞战争。美国神盾舰上发射一枚标准防空导弹，造价动辄200-300万美元，而飞过来的那架无人机可能就是用摩托车发动机加上胶合板拼凑出来的，成本2万美元撑死了。你用劳斯莱斯去撞别人的破3轮车，撞赢了又怎样？大炮打蚊子，最后破产的绝对是开炮的那个。就在所有超级大国一筹莫展，全世界的经济命脉眼看着就要被几条破快艇给活活掐断的时候，一个极度不可思议的声音从东欧平原传了出来。一个连海军司令部都差点被一锅端掉，正规军舰在战争初期就几乎全军覆没，穷得叮当响的国家突然站了出来，对着美英和海湾的富豪们淡淡地说了一句：各位别愁了，霍尔木兹这个死局我们破过，我们来教你们现代海战到底该怎么打。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要教拥有航空母舰的超级大国打海战，这听起来是不是像个世界级的冷笑话？但这绝对不是笑话。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拆解这个打破了所有军事教科书的硬核奇迹，一场不需要传统军舰的海战究竟是怎么打赢的。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历史虽然不会简单的重复，但它总是压着极度相似的韵脚。我们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看到的所有绝望、恐惧和无力感，其实在2年前的黑海早就1比1的预演过了一次。伊朗在波斯湾用的招数，简直就是拿着俄罗斯在黑海的作业本，连标点符号都不改的抄了一遍。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022年的春天，那时候的俄罗斯黑海舰队可不是现在这个只能躲在港口里瑟瑟发抖的病猫，那是一只真正的海上巨兽。
这支舰队拥有装备着重型反舰导弹的巡洋舰，火力强大的护卫舰，还有像幽灵一样潜伏在水下的基洛级常规潜艇。当俄罗斯的战舰在敖德萨外海一字排开的时候，那种压迫感就像是乌云压顶，让人喘不过气来。乌克兰的海岸线被封锁得死死的，要知道乌克兰可是号称欧洲粮仓，战前全世界有4亿人的饭碗是指望着乌克兰的农产品的。乌克兰90%以上的粮食出口必须走海运，港口瘫痪，这对乌克兰来说不亚于被人死死掐住了大动脉。粮食运不出去，国家经济就会崩溃。而对全世界来说，非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眼看着就要爆发大饥荒，全球粮价直线飙升。在传统的思维框架里，面对这种海上封锁，只有一个解法，那就是派出一支更强大的舰队，用更大的舰炮、更多的导弹，把敌人的舰队送进海底，从而夺取制海权。可是乌克兰有什么？几艘老旧的巡逻艇，在战争刚爆发的头几天就没了，没有神盾舰，没有潜艇，没有航母，这是一个彻底的死局。既然打不过，那就只能靠嘴皮子谈了。2022年7月，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两头奔走下，各方在伊斯坦堡签署了一个听起来非常美好的协议——黑海粮食倡议。这个协议是怎么运作的呢？它在黑海上划出了一条固定的人道主义走廊。为了保证安全，协议规定这条走廊两侧10海里内是缓冲区，任何军舰、战斗机甚至无人机都不准靠近。所有的商船进出都要先开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由联合国、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4方组成的小组进行登船检查，确认船上装的是小麦、玉米，而不是导弹炸药，然后才能放行。一开始这个协议好像真的起作用了，大约有3300万吨的粮食通过这条走廊运了出去，全球粮价也跟着降了下来。政客们在电视上弹冠相庆，宣布外交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协议运行了没多久，俄罗斯就开始玩阴的了。他们利用手中的检查权，故意人为制造瓶颈。原本一天能检查10艘船，他们硬是拖拉到一天只检查1-2艘。几百艘运粮船堵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外面，排队排到天荒地老。到了2023年7月，俄罗斯干脆把桌子一掀，单方面宣布我不玩了，协议撕毁，所有驶向乌克兰的船只都将被视为潜在的军事目标，海运再次中断，粮食再次烂在仓库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后来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了一句极其深刻、直击灵魂的话。这句话不仅是说给乌克兰人听的，更是说给今天面对霍尔木兹危机的海湾富国们听的。他说，你记得我们跟俄罗斯是怎么打交道的吗？我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打通了航道，它运行了1年，然后他们就不认账了。所以真正的核心问题根本不是你能不能通过谈判去打通航道，而是你用什么力量去维持它，你怎么给这片海域定规矩，以及你怎么保护自己的船。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流氓政权时，任何建立在对方承诺基础上的安全都是海市蜃楼。你以为签了字就能太平，只要对手手里还握着大棒，他随时可以敲碎你的脑袋。可是看清了这个残酷的真相又如何？乌克兰依然没有海军。在2023年那个绝望的夏天，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敢派自己的军舰去黑海给乌克兰护航，因为那意味着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那是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星。乌克兰人被逼到了悬崖边上。既然旧的规则里没有活路，既然教科书里说没有军舰就打不了海战，那么乌克兰人做了一个让全世界军事专家都惊掉下巴的决定：我们要跳出这个维度，我们要亲手砸碎这几百年来的海战规则。一场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充满了赛博朋克风格的不对称大战，在基辅的几个秘密车库里悄悄拉开了帷幕。聊到这儿，大家肯定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安稳。在这种大变局中，除了关注海峡的石油、国家的安全，我们每个人最该守护的，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了精气神，才能在这个复杂的时代看清真相，见证历史。这里要特别感谢普瑞堂对本节目的鼎力支持。普瑞堂正在庆祝玄宝黑参全球销售10周年的感恩回馈。大家都知道，黑参是传统养生的瑰宝，而普瑞堂坚持品质，这也是我一直信赖的原因。现在正是回馈季，从3月28日一直到4月19日，普瑞堂推出了非常给力的活动。首先，在活动期间购买任何普瑞堂商品，只要每满500美元就送2颗原参，多买多送。如果您单笔满3000美元，除了送您12颗原参，还要加赠1颗极其珍贵的特级黑参原参。更重要的是，现在享受全球包邮。请大家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结账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您的每一份支持都是对江峰制作更多深度内容的莫大鼓励，守护健康，也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好，广告回来，我们立刻进入最硬核的部分。说到造军舰，你脑子里浮现出的肯定是巨大的造船厂、几万名产业工人、巨大的龙门吊，以及动辄几十上百亿美元的预算。一艘现代化的护卫舰从图纸到下水，没个3年5载根本搞不定。但乌克兰人等不起，他们也没有造船厂，因为稍微大一点的工业目标早就被俄罗斯的导弹炸成一片废墟了。于是一群乌克兰的民间工程师、程序员，甚至还有玩无人机穿越机的高手，被召集到了一些不起眼的地下车库和隐秘的仓库里。他们接到的任务是用最便宜的材料、最快的速度造出一种能把俄罗斯巨舰送进海底的怪物。没过多久，这群疯狂的技术宅真的捣鼓出了一批让俄罗斯黑海舰队闻风丧胆的海上刺客，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Magura V5、Sea Baby 和 Mamai 系列海军无人艇。让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这个颠覆了海战底层逻辑的小东西。以 Magura V5 为例，它长得就像一艘涂成全黑的流线型快艇，大约只有5米多长。它没有装甲，没有舰炮，甚至连个驾驶舱都没有。但你千万别小看它，这玩意儿简直就是为杀戮而生的完美艺术品。首先，它的隐蔽性极其变态，它在水面上航行时吃水非常深，露出水面的部分只有几十厘米高。这意味着什么？在俄罗斯军舰那种用来探测几十米高的大型船只的雷达屏幕上，这艘无人艇的雷达反射信号微弱的就像一只刚好飞过海面的海鸥，或者是海面上的一个小浪花。等军舰上的雷达兵靠肉眼在夜视仪里发现它的时候，它距离军舰往往已经不到几百米了。其次，它搭载了极其恐怖的破坏力，这具小小的艇身里塞满了足足300到800公斤的高能炸药。这可不是普通的炮弹，这是在水线附近直接引爆的定向爆破。水是不可压缩的，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会无情地撕裂军舰厚重的钢板，直接在船体上开出一个几米宽的大洞，海水瞬间倒灌，神仙难救。最绝的是它的控制系统，它不需要人在现场冒险，操作员可能坐在距离战场几百公里外的基辅某个地下室里，喝着咖啡，盯着屏幕。无人艇上装备了高清摄像头和红外夜视仪，通过马斯克的星链卫星网络，把第一视角 FPV 的实时画面传回指挥部。操作员就像是在玩一场极度逼真的赛车游戏，推动摇杆，无人艇就能以超过80公里的时速在海浪中狂飙，精准地撞向敌舰最脆弱的部位。当这种车库里造出来的廉价刺客成群结队地扑向俄罗斯黑海舰队时，一场让俄罗斯水兵毛骨悚然的海上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可以通过当时流出的作战视频脑补一下俄罗斯水兵经历的恐怖时刻。那是漆黑的深夜，俄罗斯的巡逻舰谢尔盖科托夫号正在海上巡弋。突然，海面上传来快艇发动机的高速轰鸣声，警报声大作，探照灯疯狂地扫射海面。在灯光下，几道白色的水花正以极其诡异的 S 型蛇皮走位朝着军舰疯狂逼近。俄罗斯军舰上的近防炮和重机枪开始拼命开火，海面上水柱冲天。但是无人艇目标太小，速度太快，
而且根本不怕死。一艘无人艇被击中了，在海面上炸成一团火球，但紧接着第二艘、第三艘无人艇从黑暗中窜了出来，绕过火力网，一头撞上了军舰的侧舷，轰！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火光照亮了整个夜空。随后，这艘价值几千万美元、不可一世的俄罗斯战舰就在绝望的呼救声中缓缓沉入了黑海的冰冷海底。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俄罗斯大型登陆舰凯撒库尼科夫号以及其他多艘护卫舰和导弹艇身上。根据英国国防部的情报评估，在这场没有正规海军参与的海战中，乌克兰用这些廉价的无人艇加上几枚精准巡航导弹，硬生生地摧毁或重创了俄罗斯黑海舰队大约1/5的战力。这是一个让全世界军事专家大跌眼镜的战果。更重要的是，它彻底颠覆了现代海战的一个底层思维逻辑。过去我们认为，你要控制一片海域，你必须派军舰去那里巡逻，这叫制海权。但乌克兰人证明了，在一个武器技术产生维度跃升的时代，你不一定非要占领这片海域，你只需要让你的敌人不敢来就行了。当一艘造价上亿美元、载着几百名水兵的主力战舰随时可能被几艘造价只有几万块钱的遥控小船换掉时，这种交换比在战略上是无法承受的。俄罗斯舰队害怕了，为了保存实力，强大的黑海舰队被迫拔锚起航，灰溜溜地逃离了克里米亚半岛的母港，退缩到了几百公里外的俄罗斯本土港口新罗西斯克。但是把狼赶走，羊群就安全了吗？敌人的主力舰队退了，但他们还有岸基反舰导弹、武装直升机，还有满天飞的无人机。民用的运粮船体型庞大，航速只有可怜的10几节，在这些武器面前依然是活靶子。乌克兰人该怎么办？2023年8月，也就是俄罗斯撕毁粮食协议仅仅1个月后，一艘名为约瑟夫·舒尔特号的民用货轮缓缓驶出了敖德萨港。这是一个极度大胆，甚至带着点悲壮色彩的赌博。没有联合国的协议保护，没有美国军舰的护航，这艘船就要硬闯这片被战火笼罩的危险海域。乌克兰单方面宣布，我们自己建立了一条临时海运走廊，全世界都在屏息凝神，等着看这艘船会不会被俄罗斯的导弹击沉。但是奇迹发生了，这艘船安全抵达了土耳其海峡。紧接着第2艘、第3艘，越来越多的商船开始在这条走廊上航行。乌克兰人到底是怎么做到保护这些笨重的商船的？难道俄罗斯人突然心慈手软了？当然不是，这是因为乌克兰人发明了一套前所未有的多维度防护网，其中最核心、最让人拍案叫绝的一个战术，被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军事专家克拉克 Brian Clark 命名为牺牲屏障。什么叫牺牲屏障？我们来对比一下就明白了。在传统的护航模式里，比如美国神盾舰护航，军舰通常会开在商船编队的前方或者侧翼几十公里的地方。这种布局在对付高空飞来的大型反舰导弹时很有效。可是如果敌人用的是紧贴着海面飞行的无人机，或者是隐蔽的爆炸快艇，等军舰的雷达发现目标，往往只剩下不到2分钟的反应时间，防空导弹根本来不及锁定，威胁就已经逼近商船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西方军舰总是疲于奔命的原因。而乌克兰人是怎么玩的？既然大军舰反应慢，那我们就不用大军舰。乌克兰把那些用来攻击俄罗斯舰队的 Magura V5 无人艇进行了战术转换，把它们变成了商船的贴身保镖。这是一个极具赛博朋克画面感的场景。在波涛汹涌的黑海上，几艘巨大的民用散货船组成一个小型船队，缓缓前行。而在这些巨轮的周围，几十米到几百米的海面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10几艘幽灵般的乌克兰海军无人艇，它们24小时不间断地紧紧贴着商船航行，就像是一群不知疲倦的猎犬。当俄罗斯的武装直升机或者自杀式无人机扑过来的时候，这些无人艇根本不需要发射昂贵的防空导弹，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主动迎上去，利用极高的机动性
无人艇会瞬间挡在敌方武器和商船之间，用自己几百公斤的炸药当作肉盾，与来袭的威胁同归于尽。这就是牺牲屏障，用几万块钱的无人艇去挡枪，保护价值几千万的商船和上面上万吨的粮食。但如果你以为这套防护网只是在水面上横冲直撞，那你就太小看这群被逼到绝境的乌克兰天才了。这套体系最硬核的地方在于它的立体感。在波涛汹涌的黑海上，商船不但在水面上有无人艇，这群猎犬贴身护卫，如果你抬头往上看，在商船上空几百公尺的高度，还盘旋着另一群更神秘的空中保镖。这就是最近在军事圈子里引发热议的无人机拦截机。这些小家伙体型极小，甚至比一般人的快递包裹还轻，但他们却是自杀式无人机的天敌。当俄罗斯的自杀无人机嗡嗡叫着想要从高空俯冲撞击商船甲板时，这些拦截机会像发现猎物的隼鸟一样，在 AI 算法的引导下，从高空以不可思议的角度俯冲下来。他们有的装备了捕捉网，像蜘蛛侠一样在半空中把敌机网住；有的干脆就带着少量的烈性炸药，像拼命三郎一样直接在半空跟敌机对撞。这种水面盾牌加空中拦截网的组合，在商船周围编织出了一个透明的防护穹顶。这简直是把一艘普通的笨重货轮瞬间升级成了海空一体的移动要塞。不仅如此，泽连斯基还极度务实地摒弃了对大型水面舰艇的迷信。2023年底，他公开宣布，乌克兰已经与多个伙伴国达成协议，接收的是什么呢？不是巡洋舰，而是小巧灵活的西方巡逻艇和战斗艇，比如英国援助的桑当级扫雷舰，荷兰承诺的阿尔克马尔级扫雷舰。这些小型船只目标小，成本低，专门用来清理航道上的水雷，配合无人艇，形成了一套完美的高低搭配。同时，乌克兰在紧贴着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海岸线的西部黑海建立了一条极度靠岸的专用航线。在岸上，乌克兰部署了西方援助的强大防空系统，更致命的是建立了一个大型整合式电子战网络。这个电子战网络简直就是无人机的克星。当俄罗斯的见证者无人机顺着 GPS 信号飞过来时，强大的电子干扰波会瞬间覆盖这片空域，无人机的导航头瞬间失明，变成一只无头苍蝇，最后只能无力地坠入海中。军事上的屏障建立起来了，但这还不够。乌克兰人明白一个极其深奥的道理，战争打到最后其实是一门商业算计。就算你的无人艇护航再厉害，只要商船的船东觉得风险太大，保险公司不敢接单，这条航线依然是死的。于是乌克兰政府跨界玩了一把金融奇招。2023年11月，乌克兰政府直接跑去伦敦，找到了全球保险业的老大劳合社和达信保险经纪公司。乌克兰把自己的这套无人艇护盾加岸基电子战加扫雷的硬核防御体系摆在桌面上，对保险精算师们说，看，我们的防御是有效的，风险是可控的，我们来合作搞一个 Unity Facility 计划，专门为走这条航线的非军事货船分担战争险。有了这套商业保险的兜底，保费大幅下降，船东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只要有钱赚，风险又可控，勇敢的船长们立刻蜂拥而至。这套融合了底层逻辑、颠覆、硬核科技、牺牲护盾和商业运作的综合体系，爆发出了惊世骇俗的能量。数据是不会骗人的。自从2023年8月乌克兰单方面开通这条走廊以来，在没有任何大国军队直接介入的情况下，乌克兰竟然奇迹般的让港口的吞吐量在2024年飙升到了惊人的9720万吨，超过1亿吨的粮食和其他货物穿过战火纷飞的黑海，安然无恙地运往了世界各地。乌克兰的农产品海运出口量竟然恢复到了战前94%的水平，这是一个足以加载史册的军事与经济双重奇迹。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跳出框架的思维，生生地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海上生命线。现在
让我们把被黑海奇迹震撼的目光重新投向2026年4月的波斯湾。看着那条被伊朗掐住的霍尔木兹海峡，你是不是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为什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那里威慑力大打折扣？为什么英国首相斯塔默拉起的30国联盟显得笨重无比？正如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所说的，恐怖政权之间是会共享经验的。伊朗今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做的事，正是俄罗斯昨天在黑海做过的。问题在于，伊朗仔细研究了俄罗斯的失败，他们学聪明了。你看伊朗的战术，他们不跟你玩什么神盾舰对轰，他们把大量的反舰导弹隐藏在海岸线的曲折地形里，他们派出了无数装满炸药的小快艇，他们使用袖珍潜艇偷偷布设水雷，他们动用极其廉价的无人机进行蜂群攻击，这简直就是把黑海的威胁放大并移植到了波斯湾。而西方的超级大国们却依然沉浸在旧时代的迷思里，他们想用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高端拦截系统去对付伊朗这些成本低廉、数量庞大的蚊子。这在地理极度狭窄、反应时间极短的霍尔木兹海峡，注定是一场痛苦的消耗战。这就是为什么泽连斯基敢于在出访中东时底气十足地说，如果要打通霍尔木兹，你们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航母，而是我们这种拦截器、船团护航机制和立体电子战网络。如果把乌克兰的经验直接套用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死局瞬间就有了破绽。面对伊朗那种漫天飞舞的无人机蜂群，不再需要指望神盾舰上昂贵的导弹，而是直接在商船上空部署成百上千架廉价的拦截机。只要侦测到威胁，拦截机群就会像成群的马蜂一样主动出击，在伊朗无人机靠近海峡中线之前，就在半空中把它们纷纷点名击落。水下有用无人艇对付的潜艇与水雷，水面有用牺牲屏障挡住的快艇，空中则有无人机、拦截机织成的天网。这套策略如果真的在波斯湾落地，那伊朗那套引以为傲的不对称战术恐怕就要彻底失效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场危机最终会以怎样的方式收场？是川普强势的军事介入，还是某种妥协后的短暂平静？我们不得而知。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但乌克兰在黑海创造的这个奇迹，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好了，听完今天这个充满颠覆感的故事，大家觉得乌克兰的这套战术能帮美英联军解开霍尔木兹的死局吗？伊朗又会想出什么新的阴招来应对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见，我们一起脑力激荡。也别忘了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给这期节目点个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